这个舔狗舔了女神3年，终于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别误会，他可没跟女神在一起，只是突然醒悟不舔了，结果反而让之前嫌弃的不行的女神感到不习惯，开始转而舔他了。这种舔狗才是真正的楷模呀！佐成从初中就开始舔自己的女神下川爱华了，舔到学校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几乎已经是跟踪狂的程度。没想到今天差点被足球砸中后突然转性了，女神像以往一样责怪他，他居然内心毫无波澜。回到教室被两人共同的好友小龟吐槽，依旧没什么反应，也没有表现出以往面对爱华时的热情，就连老师都发现他今天不对劲儿了。其他同学就更加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毕竟他们平时就指着佐成看乐子呢。于是把人拉到厕所询问，佐成自己也觉得有些奇怪，他感觉自己今天的心情和以往不太一样。当然喜欢爱华是不会改变的，他甚至还想传教，只是没有了以往那种想要黏着他的热情，反倒让爱华有点不适应了。中午佐成也是买了一个面包一个人吃，就突然过来一个可爱的妹子搭讪，不再舔女神后，难道连桃花运都来了吗？妹子自我介绍是隔壁班的兰泽林奈，早就听说过佐成的舔狗事迹，却没说过来找他搭话是为什么。佐成自己也不是很关心，他还沉浸在那种啥也不想干的情绪里。但是第二天林奈竟然又来他们班找他了，被好兄弟勒住脖子质问，你怎么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都有笑花了还不满足吗？佐成理所应当的回答，爱华是女神而已。话音刚落，爱华和小龟就一起进来了，也不知道听没听见刚才的话。不过爱华的表情看起来有点生气，绷着脸就离开了，之后也一直对佐成爱答不理。体育课结束后，小龟过来找佐成搭话，告诉他别想那位林奈同学了，人家和高2的男朋友是出了名的恩爱哦，人家从初1就开始交往了，佐成这种天将怎么可能比得过，甚至连他们的情侣合照都拿到了。佐成也很无语啊，他也没有想林奈啊，却不知不觉走进了林奈男朋友的教室，刚好听见他跟几个男生讨论理想型，其他人的理想型都是风纪委员会的4只公，林奈男朋友的却不是，而且也不是林奈，而是佐成的女神爱华。佐成开始搞不懂爱情到底是什么东西了，不是说这对小情侣很恩爱吗？怎么连理想型都不是对方？他抱着这样的心情想问爱华和小龟什么看法，结果林奈又跑来找他了，说想和他聊聊天。小龟一听，闲聊我喜欢啊，我们先来聊聊你跟你前男友分手的事情吧。林奈大吃一惊，这消息传这么快吗？但很明显他并不是很想聊，只想赶紧把话题含糊过去。小龟就不依不饶说起了她男朋友的坏话，终于激怒了林奈，留下一句不要再说我男朋友坏话了，就离开了。佐成赶紧追上去替朋友道歉，却一不小心撞上了一个女生，好像还把人家给吓到了。不过他现在忙着追林奈，就暂时没管。最后在学校的亭子里找到了，两人就顺势唠了起来。佐成也情不自禁说出了真心话，他应该是被爱华拒绝的太多了，所以内心也变得冷淡了起来。果然没有希望的舔狗是无法坚持下去的，但只要放弃就会有大片的森林在等着。接着林奈也说出了自己的分手理由，就是男朋友那句他是我的理想型。原来他也听到了，分手是想让男朋友也体会一下这种难过的心情，现在却有点后悔了。佐成便讲起了自己在遇到爱华之前的事情，当时他喜欢另一个女生，告白后却被对方狠狠地羞辱了一顿，那个女孩的男朋友还出手揍她，被打飞的佐成刚好倒在了后面经过的爱华怀里，爱华吓得尖叫一声后给了他一记耳光，然后佐成就爱上了呢。林奈满脸你是不是有病的表情，当然实际上是因为爱华当时说的话。问完来龙去脉后，他生气地对那对情侣说，嘲笑别人的好意是最恶劣的行为。从那之后，佐成眼里就只剩下爱华了。结果下一秒他就说以上全是他编的故事，他真心喜欢上爱华的原因是忘不了他第一次伸出手的温柔模样，所以他成为了爱华的粉丝，现在决定以后要为爱华应援，而不是执着于成为他的男朋友。听完这个故事的林奈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放下了心结，第二天就和前男友复合，两人还手拉手一起上学。佐成其实也早知道林奈接近自己别有目的，不过和这种活泼开朗的女孩相处对他来说就像是奖励一样，他甚至还是当着爱华的面说出这句话的。看来你是真的放弃女神了呀。
然而回家之后，佐成就露出了真面目，原来他是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爱华才放弃的。没想到这一天，爱华突然找到了他家里，问佐成最近怎么了。虽然佐成平时看起来就很奇怪，正因如此，最近不奇怪了，反而更奇怪。以前他都会恶心巴拉的黏着爱华，现在却不像那样缠着他了，搞得爱华还有点不习惯。佐成看到女神这副模样，脱口而出一句：“我喜欢你，跟我交往吧。”爱华自然是下意识的拒绝。佐成立刻把称呼从爱华改为了夏川，并且真诚地向他道歉，之前给他造成了困扰。结果一直在外面偷听的姐姐绷不住了，赶紧出来打断。佐成便没有再继续说，送爱华回家了。但是爱华很在意他刚刚没有说完的话，半路上还特地问了一下。佐成就告诉他自己以后不会再缠着他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作为普通同学好好相处吧。说完后甚至还让女神给自己介绍女朋友，气得爱华直接跑了。第二天班上重新调座位，佐成的座位和爱华分开，和小龟倒依旧是前后桌。不过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因为之前他一直缠着爱华，以至于都没有什么人敢接近他。现在他不缠了，爱华却依旧没办法交好朋友。唯二能说上话的也就佐成和小龟了。于是佐成决定把爱华教推广到全校，让大家都喜欢上爱华。佐成一边想事情一边上楼，猜测爱华应该只是不想落单，才对自己表现出关心的态度，做白日梦也是浪费时间。没想到风纪委员长四之宫突然拦住了他，这波是来给自己的人找场子的。昨天佐成吓到的那个妹子也是风纪委员会成员，佐成立刻诚挚道歉。其实四之宫也不是真的在责怪他，主要还是那个女孩不知道该如何与男生接触，冷不丁被佐成搭话才吓到。确信这人对妹子没有企图，四之宫就拉着他去了风纪委员会教室。不当舔狗就是好，万千少女的女神风纪委员长都亲自找上门了。四之宫告诉佐成，那个女生叫游杰，她和其他风纪委员都非常努力且做事认真，但这些人偶尔会失去自信，变得消极。佐成听到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吹学姐的彩虹屁。哎呀，那些人肯定是看到学姐工作时飒爽的英姿失去自信了，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四之宫被他夸得不好意思了，而他找佐成的目的就是想知道如何帮委员们排忧解难。佐成便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帮他分析，这些人肯定根本不期待能得到学姐的鼓励，所以四之宫只需要说一句别放在心上，再轻轻拍一拍他们的肩膀就行了。毕竟对那些人来说，四之宫可是女神啊。四之宫非常感谢佐成的建议，分别前特意问了他的名字。佐成毫不犹豫把自己的好兄弟山崎给卖了，告诉四之宫自己叫山崎。不知不觉已经过去1周了，佐成这1周都没怎么跟爱华说过话，没想到会在路上碰到，姐姐立刻给他俩制造机会，结果佐成还不珍惜，一路上都一句话不说。刚到学校又匆匆被小龟叫走，说是风纪委员长在怒气冲冲地等着他。佐成去教室一看，就知道冒名的事情被发现了。四之宫看到他过来了，留下一句中午来指导室一趟，就带着游杰扬长而去。而佐成的好兄弟一听说女神四之宫喊了自己的名字，立刻就转怒为喜。中午佐成带着裴礼去了指导室，坦诚自己只是觉得被风纪委员长记住名字只会惹来一堆麻烦事儿，所以下意识报了别人的名字。反正山崎觉得很高兴，总之以后不会再做这种事了。不过四之宫喊他来却不是为了这件事，而是因为游杰上次拒绝了他的好意，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就想向佐成正式道歉。游杰又是道歉又是道谢的，看得佐成怜爱不已，让他以后继续加油。回到教室后，发现爱华竟然被一群女生围了起来，看到自己的女神这么受欢迎，他也就放心了，也让他意识到自己果然是女神的绊脚石。殊不知爱华一直在悄悄观察着他。佐成收到一条信息离开教室之后，他就开始心不在焉，很明显这是已经心动了呀。佐成是被学生会副会长的姐姐叫到了学生会教室帮忙干活，毕竟是姐姐大人的命令，他也只能照做。作为报酬，表示可以给他买小黄书，胸大的那种。佐成立刻欣然答应。另一边，游杰却还是没放下和佐成的那件事，他总觉得佐成看自己的眼神不太满意，难道是对他说的想克服对男性的恐惧而不满了吗？爱华也被一群女生缠着，说要去他家里玩，刚好佐成干完活也回来了，那群人就顺势邀请他一起去。爱华当即傲娇地表示绝对不会让他接近自己的妹妹。佐成忍不住感慨了一句，果然如此，
却没说去还是不去，以至于爱华一整天都心不在焉。到了放学，甚至追上他问到底要不要去，没想到话突然被四之公打断，爱华也就没勇气再继续说下去了。爱华将尤杰的事情跟佐成说了一下，总之就是尤杰觉得没有得到他的理解，所以感到很失落。佐成矢口否认，直到四之公给他来了个壁咚，给他说实话，只好坦诚他确实觉得尤杰的决心还不足。尤杰向他道歉，其实并不是真的因为他，而是尤杰讨厌因为害怕男性而糟蹋了他人好意的自己，在利用向自己道歉这件事，宣称自己正在努力克服对男性的恐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不应该带四之公学姐来。两人把话说开后，四之公忍不住对这个男生刮目相看，而佐成的春天才刚刚开始。佐成一进教室就看到了清凉装扮的小龟出现在自己面前。他们学校的夏装比较透视，这一下差点让血气方刚的少年把持不住。不过跟小龟是好哥们的关系，论杀伤力还是得看女神爱华。上周末班上好几个学生都去爱华家里玩了，但其中并不包括佐成。而小龟在查看照片的时候，发现爱华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最近因为佐成没有缠着爱华了，班上的其他同学都开始正常找他聊天，总算让佐成稍微放心了一些，决定继续远离女神，这样还能看到爱华穿夏装的全身像，果然还是那个痴汉变态。体育课结束后，佐成和好兄弟唠嗑，好兄弟周末也一起去了爱华家玩，还给佐成看了自己和爱华的妹妹的合影。没想到佐成扭头就把这些照片发给了好兄弟的胸控妹妹。这位有希妹妹一看哥哥竟然喜欢这种幼女，随即发出暴言，我也要变成小女孩。还提醒佐成，如果哥哥在学校有别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告诉他。对于哥哥来说，还真是甜蜜的烦恼呢。和有希妹妹相比，佐成的姐姐就冷淡许多了。这周以来，两人甚至都没说过话，连佐成都觉得姐姐这是怎么了。午休的时候也在考虑这件事，结果另一个好兄弟山崎跑来邀请他一起吃午饭。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另外几个比较豪放的妹子，上来就问佐成有没有和爱华做过。毕竟在所有人眼中，佐成和爱华已经是一对了，谈恋爱也是早晚的事情。佐成是真不想承认自己跟女生连小手都没牵过，偏偏山崎还要火上浇油，说自己有多么的受欢迎。隔段时间就有妹子跟他告白，比如 A 班的奥村同学，结果旁边的妹子无情的告诉他，如果是奥村的话，肯定不是认真的啦。佐成跟着几个人聊着各种少儿不宜的话题，这时爱华突然走过来把他拽了出去。看着面前怒气冲冲的女神，佐成心中忐忑，不知道自己又是哪里做错了。眼看爱华气的眼泪都快出来了，赶紧问他到底在气什么。直到这时爱华才感觉有些不好意思，小声的说，因为你跟那些女生说话，这一看就是吃醋了呀。佐成刚准备想入非非，下一秒爱华就让他别误会，自己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可怜的佐成看不出来这是傲娇的本能反应，竟然还真的信了他的鬼话。爱华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述自己的心情，又气冲冲的跑了出去。佐成就感觉莫名其妙，回到教室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小龟。现在的他依旧自视甚低，说什么也没有办法相信女神是在吃醋了。这时学生会长出现在他面前，让佐成跟自己去一趟学生会教室，一上来就表示我想听听你的自我评价。佐成当然觉得自己是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毕竟他身边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学生会长又问他为什么突然放弃追求多年的女生，佐成却不愿意多回答。而学生会长找他谈话，其实是为了副会长，也就是佐成的姐姐小枫。最近小枫察觉到了弟弟的改变，担心佐成是因为自己老是打击他才变得这么消极。从小时候开始，小枫就时不时的对佐成说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之类的话，以至于佐成真的改变了之后，小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就开始内疚起来。学生会长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副会长这么困扰，就想让佐成跟姐姐好好谈一谈。最后姐弟俩在他的安排下在天台相遇，这简直是性转版我的妹妹不可能那么可爱，应该叫我的弟弟不可能那么优秀。佐成先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然后让姐姐说出自己的10个优点。这冷不丁的怎么想听姐姐夸自己了？小枫也很莫名其妙啊，更何况弟弟在他眼中几乎没有优点，支支吾吾一个都说不出来，反倒是10个普通之处叽里呱啦的说了一大
大堆，把佐成贬得一无是处。佐成赶紧阻止，够了够了，别说了，他只是想让姐姐意识到他说的那些都是事实而已，他并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就丧气。最近的改变也是他自顾自喜欢上爱华，坚持不下去又自顾自放弃罢了，和姐姐没有任何关系。但小峰还是不相信佐成的话，他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人，表面上说什么放弃了喜欢的人，但心里还是无法割舍，就这样直接一蹶不振了。他担心佐成也会变成那样，所以认认真真的跟弟弟道歉，表示以后绝对不会再随意贬低他了。可对于佐成来说，那样就是他最熟悉最喜欢的姐姐了，姐弟之间没有必要像外人一样维持假面，他只想要看到最真实的姐姐，那个从来不关心他，随意使唤他，还从来不说谢谢，总是旁若无人躺在沙发上咬着肉包跟女王大人一样的姐姐。现在的温柔姐姐只会让他感到不自在。姐弟俩终于把话说开，没想到爱华突然闯了进来，揪住佐成的领子就质问他怎么这么跟姐姐说话，让他赶紧跟姐姐道歉。可是人家姐弟俩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佐成问爱华为什么会在这里，爱华下意识的回答，因为学生会的人把你带走了。两人之间的身份瞬间调换，现在的女神反倒成了舔狗的跟踪狂。意识到这一点后，爱华立刻松手跑了出去。恭喜佐成梅开二度，让姐姐旁观者清。看到爱华这副表现，就知道自家弟弟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嘛。晚上姐弟俩也恢复了原本的相处状态，和和美美，可喜可贺呀。另一边，小龟和爱华正在谈人生。最近爱华看到佐成跟其他人相处的好，就心烦意乱，他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或者说不想去深想自己对佐成的感情。小龟看得很明白，佐成对于爱华来说大概是避风港一样的存在，突然失去避风港，任谁都会不安吧。既然不想失去，那就想办法挽回呀。之前都是佐成走99步，等着爱华踏出一步，这一次也应该由爱华来主动了。佐成最近头发长长了不少，被姐姐嫌弃，发色都不一样了，让他赶紧去染成一样的。以前那个整天追在女神屁股后面的佐成可不会这么邋遢，大概是放弃了追逐爱华，以至于连自己的形象都不顾及了。到了教室后，也当着爱华的面任劳任怨给小龟扇风，两人打情骂俏，看到爱华心里就不太舒服了，不过他也不会直接说出来。中午佐成还是一个人去吃饭，却被风纪委员会的几个妹子强行拼桌。除了熟悉的四之宫和游杰，还有一位小林学姐，没想到这才几天没见，游杰就已经能跟佐成正常说话了，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羞涩的模样。这都多亏了佐成当时给四之宫提的建议，也给了游杰改变的契机。所以四之宫很感谢佐成，因为他不仅让游杰做出了改变，也大大拉近了四之宫和游杰之间的距离。这个风纪委员长满脸陶醉，竟然是在回忆妹子靠在自己身上的美妙触感。佐成看不下去，让学姐克制一点。四之宫也是今天才知道佐成是小峰的弟弟，当初小峰刚入学就染了一头金发，要当辣妹，可把风纪委员给抽坏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四之宫和小峰认识的，佐成也只能替自己那个不成器的姐姐道歉了。回到教室，发现好兄弟佐佐木痛苦地趴在桌子上，手机屏幕上不断弹出来有希妹妹的消息。自从上次佐成把佐佐木和爱华的妹妹的合照发给有希后，有希没事就在家背小学生的书包，哥哥不在家就疯传信息，佐佐木愁得不行啊，而且他也有女神，以后要谈恋爱的。说到这里，爱华和小龟刚好回了教室，佐佐木立刻把佐成拉到男厕所，告诉了他自己的女神是谁。没错，我的女神就是你的女神。没想到佐成反应平平，毕竟在他看来没有人会不喜欢爱华吧。不过听到佐佐木说要追爱华的时候，他的心情还是很复杂的。虽然自己已经放弃了，但是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女神真的跟别的臭男人在一起呀？他决定好好考察一下佐佐木，看他是否有资格和爱华并肩。当然这种考察是要悄咪咪的，他已经决定尽量不靠近爱华了。这时老师过来让他分发一下作业，第一本就是爱华的。正在佐成发愁的时候，小龟进来了，他立刻把这个任务推给了小龟。接下来的一整天也都在躲着爱华，结果爱华虚晃一枪，装作回家，其实又折返回来堵佐成了。支支吾吾的问佐成午休时间都去哪儿了。佐成坦诚的回答，要么去食堂吃饭，要么去中庭的长椅吃饭，而且也不是天天一个人，今天就跟四之宫学姐他们一起了。一听到这个名字，爱华立刻警觉了起来，问他们是什么关系，俨然就是吃醋的女朋友啊。其实爱华就是想让佐成继续和他们一起吃饭，还像以前那样，但是佐成不想再靠近爱华了。话虽然这么说，佐成还是忍不住跟女神唠了起来，还征求她的意见，染什么发色好。爱华特意凑近佐成，只试着观察他，表示都很好。
不过如果当初他是宗发的话，自己可能就不会找他说话了。脑海中浮现的是两人初相遇时的场景，爱华突然有了一瞬间的心动，佐成也当即表示自己会按他的喜好染头发，结果去超市发现没有黑色了，就买了暗棕色，在染头发的时候被姐姐给看见了，嫌弃他的技术不行，摁着他的头就是一通蹂躏，最后成功变成了这副跟之前没啥区别的样子。很快佐成他们高一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也下发了，佐成排了全年级65位，比起期中考试的32名下滑了不少。成绩退步的原因里也有放弃追求爱华这件事，毕竟当初追女神的时候他的意志无比坚定，包括学习也积极很多，现在不追了立马就松懈了下来。虽然小龟比他的排名更靠后，才70多名，但是人家上一次排200多名，这都算是大大的进步了。而大家的女神爱华则从上次的27名进步到了第2名，这么看来佐成还妨碍人家好好学习了，所以佐成下定决心继续远离爱华，就这么远远看着他就心满意足了。结果下一秒好兄弟佐佐木就过来嘲讽他了，以前佐成唯一能比得上佐佐木这个足球部帅哥的就是成绩，没想到佐佐木连成绩也追了上来，这样下去他岂不是被衬托的一无是处。于是佐成下定决心把成绩重新拉上来，3年之期已到，恭迎男主佐成觉醒。话虽然如此，在看到爱华差点被车撞的时候，佐成还是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把他拉到身后，但自己也被溅了一身水，只能去学校换上了运动衣，还自嘲是嫩的出水的好男人。爱华心里也觉得过意不去，就把自己的手帕递给他擦头发，好兄弟山崎也把自己的毛巾拿了过来，但是有女神香香的帕子，谁要用你那汗臭味十足的毛巾啊？佐成下意识用帕子捂住了嘴，结果下一秒就当场晕了过去，这一觉就直接睡到了第3节课，醒来后只感觉头痛欲裂，就向老师申请去一下医务室，没想到刚走到门口就倒了下去，老师同学立刻担心的围了上来，佐成的脑海中却浮现出了初中时候的经历。上初2的时候，他为了所谓的合群开始伪装自己迎合别人，并天真的以为这就是长大成人，也确实交到了一些朋友。然而那些朋友在他打完饭不小心摔倒的时候，一个打算扶他的都没有，只有爱华朝他伸出了手。从那天之后，佐成就觉得自己受到了救赎。接着爱华和小龟把佐成送到了医务室，医生检查后并没有什么大碍，佐成也又睡了过去，这一次一直睡到了快放学。医生告诉他应该是长期积累的疲劳突然松懈下来导致的发烧，所以才会睡得这么久。但在教室上课的爱华却一直心神不宁。下课的时候，四之宫来教室找佐成，听说他晕倒被送进医务室了，当即表示会告诉他的姐姐小枫，然后他们一起去看望他。放学后，爱华也借着要帮佐成拿包的借口，打算和小龟一起去探望他。到了医务室，医生却不在里面，佐成也已经醒了，正坐在那里思考人生，想着想着又开始头痛。爱华赶紧担忧的想要触碰他，却被佐成呵斥了一声别碰我，吼完再解释是害怕传染给他们，因为他不想让别人也痛苦。小龟和爱华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把包还给佐成就离开了。没想到回去的路上碰到了四之宫和小枫，两人又跟着学姐们折返了回去。两个学姐相继摸了摸他的额头是体温，然后小枫打电话通知妈妈，四之宫则出去给他买需要的东西。本来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感冒发烧，结果第2天佐成干脆请假没来上课。爱华和小龟出于担心，一放学就跑来看他，殊不知这小子窝在沙发上打了1天的游戏，所以看到他们后忍不住有些心虚。他今天在群里发了句能活着真好后，就一整天都没看手机，不知道大家竟然给他发了这么多消息。佐成赶紧掏出手机回信息，不好意思睡着了。这时小龟不怀好意的告诉了佐成一件事，是爱华主动说要来看望他的。爱华想要捂住好友的嘴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支支吾吾的解释，毕竟佐成是为了他才浑身湿透的。脑海中同时浮现出了佐成把自己护在身后的场景，脸瞬间就红了起来，逃跑一样的喊着小龟就要离开，反正看到佐成没什么事儿，他们就放心了。结果第2天就看到佐成在跟金发碧眼的留学生说话，这个留学生就是成绩榜上排名第1的茉莉花。上次佐成撞见他和他的小跟班议论爱华，气不过就上去吵了2句，没想到今天又遇上了，还被爱华给撞见了。茉莉花看到爱华立刻过来示威，得意洋洋的时候突然发现爱华还挺可爱的，于是决定赐予他给年级第1的自己加油的权利。爱华一脸懵逼的看着这个二傻子，试探的说了一句干巴点，但其实茉莉花的意思是想让他给自己的学生会会长竞选投票。这个学校的学生会都是公平竞选会长，高1到高3的学生都可以参加，不过毕竟是为了学生服务的组织，高3的学长学姐比起高1的学弟学妹肯定更有优势。茉莉花这才四处拉票，想让爱华成为自己的宣传大使。佐成就觉得
得这不太合适，因为爱华在他们学校太有名了，要是他去拉票，别人肯定只想投给他，而不是茉莉花。一句话就戳到了茉莉花的心窝子，接着又变本加厉地告诉茉莉花，在男生看来，爱华比他还可爱，让爱华当他的宣传大使，只会喧宾夺主。气得茉莉花扭头就想对爱华放狠话，被小跟班提醒，才发现周围那么多人都在看着他们，这狠话要是说出去了，估计他就别想拉票当学生会长了。等茉莉花离开后，爱华还在害羞，现在的他轻易就能被佐成撩拨心弦，还说不是爱上了。不知不觉又快要考试了，佐成还是维持着一个人吃饭的状态，结果这天又被风纪委员叫去拼桌，主要是游杰现在很欣赏他，四之宫也开门见山问佐成要不要加入风纪委员会，佐成毫不犹豫的拒绝，但3个学姐的请求又让他有些犹豫。风纪委员会现在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高1高2完全没有男生愿意加入，女生们则是带着玩票的心态，如果佐成能加入，或许可以改变一些风气，反正委员会体制到第2学期才会改变。四之宫这么早说，也是想让佐成好好考虑一下，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这么请求过他，以至于佐成都有些沾沾自喜了。更让人把持不住的是，游杰竟然握住他的手鼓励他，这让喜欢游杰的四之宫和小林双双对他进行了一些充满嫉妒的爱抚，把人家头发都给揉乱了。所以爱华注意到后，主动帮他修整了一下，这个动作做得太自然也太专心，连周围有人经过爱华都没有发现，整理好了才意识到这有多暧昧，于是又红着脸走开了。放学后，全校学生一起去礼堂开会，由风纪委员会和学生会轮流发言，主要是为了暑假期间要举办的校园参观日活动。回到教室后，老师让他们主动报名当志愿者，结果佐成他们班一个自愿的都没有，老师便让暑假期间没有社团活动的人起立，佐成和爱华都无奈的站了出来，男女各需要1名，大家猜拳决定，机会永远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女生那边是爱华要帮忙，男生这边却不是佐成。看到需要帮忙的那个男生愁眉苦脸的样子，佐佐木自告奋勇可以代替他去，毕竟人家是下定决心要追爱华的，这可是个好机会呀。这俩人算是班上的班花和班草，同学们纷纷感慨他们可真配呀。佐成心里虽然不爽，却也没法说什么，谁让他猜拳太厉害赢了呢。接着老师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他们的暑假则可以开始了。刚放暑假，爱华和小龟就约着一起去吃了甜品。小龟知道爱华最近开始在意佐成了，就问要不要把他也给叫来，但是佐成暑假做了书店的兼职，正在门口打扫卫生的时候，看到几个初中生竟然在欺负一个小男孩，立刻上前阻止了他们，还帮光太小弟弟擦干净书包，通知了家里人过来接。过来的是光太的姐姐，超级温柔的漂亮大姐姐，佐成的心瞬间就被撩动了，他的身边可没有这种类型的妹子呀。将书包递给大姐姐的时候，佐成还提醒了几句，最好问问弟弟是不是经常被这么欺负。说完后又安慰了小弟弟，姐姐就让光太谢谢这个好心的大哥哥。被大姐姐称赞的佐成开心了一整天，回到家也任劳任怨的给姐姐煮咖啡。小峰作为学生会的副会长，最近忙得晕头转向，因为这次校园参观日活动是他们学生会主办的。闲聊时，小峰问佐成是不是有人邀请他加入风纪委员会了，如果不愿意去那边的话，可以来学生会干活。原来小峰也听说了1年级有个女生扬言要当会长，怎么可能让这种啥也不懂的留学生来呢？好不容易让干活麻利的佐成加入，他是真的希望佐成能考虑一下。几天后，佐成在书店值班，没想到上次那个大姐姐又来了，还告诉佐成他家就住在这附近。听说佐成是红月中学的学生，忍不住感慨怪不得这么优秀呢。两人开启了商业互夸模式，只把对方夸得脸红心跳，而大姐姐这副害羞又清纯的模样正中佐成的红心。接着大姐姐告诉佐成，她回去检查了弟弟的书包，并没有发现什么损伤的痕迹。再一次感谢了佐成的提醒后，终于切入正题。其实这个妹子上的是女校，平时没有什么机会跟男孩子说话，刚好认识了佐成这么一位优秀男生，所以她非常高兴。这时店里有客人过来了，大姐姐便留下一份谢礼准备离开，在那之前羞涩地问佐成自己还能不能再来找他。佐成自然是求之不得。等大姐姐走开，拆开礼物一看，是一条印了海豚的帕子。佐成顿时愣住了，难道我给人的感觉很幼稚吗？才刚放弃舔了3年的女神，这个少年就被温柔漂亮的女大学生给看上了，而且面前的大姐姐简直羞涩与性感，佐成差点就顶不住，得亏把持住了，不然就3年起步了。因为这个他以为是女大学生的女孩，其实才刚上初中啊。自从上次佐成救了蒂木的弟弟光太，蒂木就经常来书店找他唠嗑。这天佐成注意到他手上
戴了条漂亮的手链。蒂姆解释是前几天和爸爸一起做的，还邀请佐成有空的话可以一起去。说着就走到他身边，帮他在网上搜那家店，是一个大姐姐开的海边小店。蒂姆觉得佐成会喜欢，佐成还以为他说的是喜欢大姐姐呢，心里突然一惊，然后才意识到人家说的是店。不过想想他的女神爱华也快过生日了，虽然早就已经决定远离爱华给女神送生日礼物的习惯，佐成却不想改，当即同意和蒂姆再去一趟，趁这个机会亲手给爱华做个礼物。一到周末，两人就在车站会合。蒂姆今天是一副成熟大姐姐的打扮，却表现得相当羞涩，还告诉佐成这身衣服只有在见他或者学校以外的人时才穿。佐成下意识问他平时穿啥，蒂姆竟然回答穿小学时的衣服，同时扭捏了起来。而另一边，小龟和爱华也带着东西和爱华的妹妹艾丽准备一起去海边玩。路过佐成家里的时候，想顺便叫上他，结果此时的佐成早就跟他以为的女大学生走了，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错过了女神的泳装。佐成和蒂姆已经到了海边，蒂姆也不知道是有意的还是故意的，时不时就想和佐成肌肤相贴，被提醒了就赶紧道歉，说是习惯了。佐成也不介意，下阶梯的时候还非常绅士的扶了一把，没想到蒂姆还是差点摔倒，乱晃的欧派摇得佐成差点起立。终于他们来到了蒂姆说的那家小店，开店的果然是个温柔大姐姐。他还记得蒂姆是不久前来的客人，看到这次身边跟了个佐成，就打趣问是不是男朋友，两人连连否认。店长大姐姐就开始给他们介绍店里的各种素材，基本上都是一些漂亮的贝壳、珍珠之类的，有些贝壳比较大，还需要切割。佐成还没确定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店长建议他还是想清楚再做，不然要是先切了或者磨了就不太好改了。看到佐成那么认真的思考，大姐姐就猜出他是要送人的，就推荐了一些素材。蒂姆迫不及待拿起了一颗粉色的贝壳幼体，佐成想象了一下爱华戴粉色贝壳项链的模样，哎呦不行，顶不住了，为了他自己着想，还是送别的吧。这时蒂姆问他是不是要送给女朋友，佐成解释自己只是在单相思而已，也没打算跟对方交往，不过现在的他还无法放下对他的感情，毕竟跟他后面舔了快3年，这份感情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所以佐成借着生日送爱华一份他能喜欢的礼物。蒂姆告诉他，一般女孩子只要能收到礼物就很高兴了。这句话点醒了佐成，是他打算送爱华礼物，那就送他认为适合爱华的礼物就行了，就算爱华不喜欢也无所谓。于是他向店长姐姐要了比刚刚的粉色更浅一些的贝壳，又大概描述了自己想要做成的样子。在等待店长拿素材的时候，佐成注意到了墙上一对父女的合照，女儿长得跟蒂姆一模一样，身上穿的却是初中生制服。他就好奇的问蒂姆，难道还有个妹妹吗？万万没想到那是蒂姆自己呀，以为自己撩了成熟性感的女大学生姐姐，结果对方竟然是个初中生。佐成的内心是崩溃的，但也只能将这股悲愤化为切贝壳的动力。一旁的初中生蒂姆还在为他加油，这哪里有之前女大学生的样子呀？刚刚佐成看到照片后问蒂姆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做正式的自我介绍，其实他现在才初中3年级啦，照片上的女孩就是他自己。之前也跟佐成说过自己不久前还是小孩子，可那时候佐成一心以为她是个大姐姐，压根没放在心里。而蒂姆给佐成加油的时候，胸前还波涛汹涌，只能说现在的初中生可真了不得。不过切割贝壳这种事情对佐成来说还是太难了，切了那么久都没有切开。蒂姆看他这么努力就有些不解，不是已经放弃那个女生了吗？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呢？佐成只说等蒂姆也谈恋爱的话就会懂了。女初中生的脸瞬间就红了起来，想知道谈恋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可惜你问佐成也不知道啊，毕竟他这3年都是单相思。话虽如此，这份经历却让他变得更加成熟了。课程一结束，佐成和蒂姆就离开了，两人还留下了一张合照。而他们走后，小龟和爱华姐妹才过来，幸好只有不认识佐成的艾丽注意到了那张照片。然而在吃饭的时候，爱华却看到了他们，因为只有一个侧脸，他并不敢确定那是佐成，更何况佐成怎么可能和陌生女孩单独来海边玩，这不就是约会了吗？不知不觉已经快要到傍晚了，人家蒂姆还是个小女孩，所以佐成还没做完礼物就要带她回去了，并且答应下次再来给她也做个礼物，以及再送一个最高等级的防狼警报器。回去的车上，蒂姆还在想恋爱话题，怀揣着对高中就能谈恋爱的期待，蒂姆不知不觉就靠着佐成的肩膀睡了过去。而佐成却在这时收到了小龟发来的爱华泳装照，背景赫然是他们今天才去过的那片海边。佐成现在的心里就是一个后悔呀。暑假已经快要结束了，书店老板也重新贴了招工启事，没想到来应聘的竟然是佐成的女同学伊之濑之前就经常来书店，店长老爷子一看到是他就直接录用，还把人带到了7
妻子那里。老奶奶也很喜欢伊之濑，注意到她的刘海有些长了，就想帮忙修剪一下。佐成看到后赶紧进来阻止，然后跟伊之濑做了个自我介绍。伊之濑也拿出2枚发夹，表示平时都会把头发夹起来的。2个人就这么暂时成了同事。伊之濑是个比较羞涩胆小的女生，佐成便尽自己可能的教她整理书架，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招待顾客，声音不能像现在这么小。佐成就先让伊之濑忙其他的事情，看看自己是如何招待的。刚好这时一位客人走了进来，一般情况下客人都会先看看再决定买不买的，没想到客人直接去了收银台。这个男人看人家小姑娘好欺负，一上来就刁难人，你们这里竟然没有三岛由纪夫的书，怎么敢自称二手书店的？说着就开始赞颂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佐成也听不懂他在说啥，就问需不需要把他拿过来的那2本书包起来。客人的装杯时间只能就此结束，乖乖掏出钱付账了。目送客人离开后，佐成回头看伊之濑，发现人家小姑娘都快被吓哭了，赶紧把她带到后面休息，同时开始担心如果暑假结束自己走了，伊之濑一个人真的能胜任这份工作吗？佐成还是决定和老板谈一谈，但是老板很喜欢伊之濑，他可是这家店最可爱的常客了，自然是说什么也不愿意把人辞退。佐成想起来伊之濑平时在学校里也一直都是一个人，说不定这里就是他唯一的容身之处了，只能表示自己会再去跟伊之濑谈谈。随后来到了休息室，安慰他没有人一开始就能做得很好的，更何况接待的第一位客人就是刚刚那种，对于那种顾客说话随便一点比较好，将自己这段时间总结出来的经验倾囊相授。最后直接问对方真的有做好好接待顾客的准备了吗？大概是语气有点严重了，吓得人家小姑娘直接下跪，承诺自己一定会尽快独当一面，求就不要辞退他。这一跪搞得佐成也开始不知所措了，赶紧让他起来。老板一过来就告诉他伊之濑已经做好了准备，明天一定会继续加油的。晚上佐成才有时间看他和爱华、小龟的3人小群，发现之前没及时回消息，那2人已经开始视频通话了，毕竟马上要开学了。佐成就也加入其中，把自己的烦恼跟2人说了一下。总而言之，就是今天不小心让一个女孩下跪了，小龟立刻控诉他罪大恶极，他现在不知道明天该如何面对，万一明天人家不来了怎么办？爱华觉得那也不是佐成的错，他也只是作为打工的前辈在激励他而已。听到爱华这么说，小龟立刻识相的撤出视频，让他俩聊。这还是暑假以来2人第一次有机会单独聊天，互相寒暄了一阵后，爱华鼓励佐成明天跟那个女孩说清楚，然后准备开视频也露个脸。结果还没打开摄像头，佐成就退出去了，白白错过了刚洗完澡的出水芙蓉女神。第2天伊之濑倒是照常来上班了，而且比之前表现得更加积极，客人进来也是主动回到收银台。好在这次的客人就比较好说话，伊之濑成功完成了一单，佐成都忍不住对他大加赞赏。伊之濑解释是昨天回去后看了接待客人的视频，说完后就又回去整理书柜了。中午休息的时候，佐成和伊之濑闲聊，好奇的问他为什么要来打工。伊之濑回答他想自力更生，从而摆脱对哥哥的依赖。佐成这才得知伊之濑的哥哥就是那个风纪委员会目前唯一的男生，感觉兄妹2人完全不像啊。不过毕竟涉及到人家的家事，佐成本来不想再继续追问的，下一秒突然听见伊之濑说最喜欢哥哥了，在家看书的时候也经常坐在哥哥的腿上靠着哥哥的肚子。结果有一天哥哥突然带了个女生回家，那之后伊之濑跟哥哥说话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直到有一天他放学回家，看到门口有双女生制服鞋，连忙冲到哥哥房间推开门，然后就看见了那个学姐被哥哥压在了身体下面。这对于声控来说简直如同雷劈，反正伊之濑当场就崩溃了。佐成听完他的描述后自己也崩溃了，不过他也明白了伊之濑为什么不能放弃这份工作，毕竟哥哥现在有了女朋友，他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依赖哥哥了，为此必须证明自己可以独当一面。这家书店的工作就是他做出的尝试，既然如此，佐成也一定会帮他。把话说开后，伊之濑工作非常努力，一直在关注他的佐成也很欣慰。就在这时，蒂木也来店里了，佐成简单介绍了他俩认识，比起落落大方的蒂木，看起来伊之濑才更像是个初中生啊。刚好2个人都喜欢读书，佐成就让他们俩多聊聊。看蒂木那么热情的和伊之濑聊天，佐成就放心的回后面整理书籍了。回来后看到伊之濑也能简单的和蒂木交流，可最近店里都没什么客人，这样下去也没办法让伊之濑做接客练习。佐成就想到自己和蒂木来扮演不同的客人，让伊之濑尝试着应付。没想到伊之濑成长的这么快，都能靠自己单独应付了，蒂木也就放心的离开了。佐成告诉他自己暑假结束就会离职，希望他能在那之后可以独当一面。伊之濑却露出了有些寂寞的表情。回去的路上，佐成也忍不住在想，或许暑假一结束
束，他和伊之濑的关系就又会变得疏远。但是仔细一想，伊之濑愿意跟他分享自己家的事情，或许正是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倾诉了。如果能有个和他关系比较好的女生就好了。第二天，佐成继续指导伊之濑的工作。开门之前，他先练习对客人说欢迎光临。这时突然注意到了桌子上放着的一本《鸡蛋的心情》，是关于蛋包饭的食谱。伊之濑就想起了一件往事，那天他拿着书兴高采烈的下楼找哥哥，没想到哥哥却带了个学姐回来。这个游离学姐还要给哥哥做蛋包饭，看到伊之濑就邀请他一起吃。殊不知伊之濑也想给哥哥做蛋包饭来着，看到两人的蛋包饭上都画了爱心，用的也是同款餐具，伊之濑最终还是难过的跑路了。想到这里，他赶紧摇摇头，把那些画面甩出去，继续和佐成一起包书。因为动作轻柔，还被佐成给称赞了，劝他以后可以多把脸露出来。好家伙，胸控妹你也撩。不过佐成能留在书店的时间也不长了。结果这一天，伊之濑的哥哥竟然找上门来。原来哥哥一直都不知道妹妹在书店工作的事情，只是为最近妹妹一直疏远自己而心塞，找了好久才找到这里。这毕竟是兄妹俩的事情，佐成本来是不想掺和的，但是看到伊之濑投来求助的目光，还是不忍心走，就带他们去了休息室坐一坐。哥哥一上来就跟妹妹道歉，希望她能听自己解释。佐成也很好奇这个学长想怎么解释，原来哥哥也知道自己和女朋友交往之后把妹妹晾在一边是不对的，他还想像以往那样和妹妹一起读书一起睡觉，还说自己的女朋友也不会介意的。这是什么渣男发言呐？伊之濑当然不可能和哥哥回到之前的状态，哥哥就表示自己的女朋友可是很善解人意的。这话说的就像是伊之濑不够善解人意一样。更没想到的是，哥哥的女朋友由里也过来了，局势瞬间变成了2对1。佐成见状便坐到了伊之濑身边，为他提供底气。由里先为自己闯入他们的生活向伊之濑道歉，又说伊之濑可以不用在意自己，所以也别继续在书店打工了，这对于他来说为时尚早。伊之濑被激怒了，但是哥哥和学姐你一言我一语的数落他，让他根本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佐成看不下去，让两人先闭嘴，好好听听伊之濑自己的想法。作为外人的他来看，不管是小情侣谈恋爱忽视妹妹，还是妹妹想借此机会摆脱对哥哥的依赖，都是无可厚非的。伊之濑也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没用，一直在很努力的成长着，反正总有一天妹妹总是要离开哥哥的，为什么不让他试一试呢？哥哥和学姐被佐成的这番话说的有些不知所措，原来是他们对伊之濑的认知出了问题。就算胆小内向，妹妹也是很勇敢的。等那两人离开后，伊之濑感谢佐成的仗义相助，不然他迄今为止做的一切努力可能就要打水漂了。佐成表示他可是一直作为前辈在看着他努力的，当然不会任由其他人把他变回原来的样子。说的伊之濑既感动又心动。终于到了暑假的学校参观日，佐成他们班的志愿者是爱华和佐佐木。佐佐木一来就迫不及待的跟爱华搭话，大半个暑假不见，他好像更喜欢爱华了。而佐成则依旧在书店打工，今天本来就热，店里又同时出现了长得像大学生的初中生和长得像小学生的高中生，佐成都快错乱了。在那两人聊书的时候，就看到群消息。就在这时，姐姐突然给他发了一条，问他今天有空没。佐成心中顿时涌起了不祥的预感，一下班就老老实实回家。没想到姐姐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他正在照顾风纪委员会副会长的妹妹，表示有这个时间不如来帮他们准备学校参观日。今年来参观的人实在太多了，四之宫那里的人手根本不够用，学生会这边也抽不出来人去帮忙。姐姐不想欠四之宫的人情，只能把弟弟给卖了，顺便让他趁这个机会好好跟四之宫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加入他们风纪委员会。佐成也只能叹口气答应了下来，以后每天下午从书店下班还要去学校干活，这日子那叫一个苦啊。姐姐便给了他一些安慰，告诉佐成四之宫可不仅仅把他当弟弟一样看待。佐成的脸瞬间就红了起来，立刻就借了姐姐的手机给学姐打去了电话，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去学校帮忙。没想到四之宫竟然直接拒绝了，还说他那边可以忙得过来，这跟姐姐说的完全不一样啊。这一拒绝反而搞得佐成逆反心上来了，声称自己也想见见四之宫学姐，所以务必让他帮忙。四之宫终于还是拗不过他，但剩下的基本都是力气活，问佐成能不能行。佐成当即表示，如果是为了四之宫学姐的话，那一定是轻而易举哦。舔了女神3年的舔狗终于觉醒，开始撩成熟年长的学姐了，还让学姐好好疼爱他这个学弟。四之宫还以为佐成终于愿意加入他们风纪委员会了呢，
可惜那是两码事儿。而四之公一开始拒绝佐成的帮忙，其实还是上次他邀请对方加入那件事，当时佐成甩开了游杰的手又握住，最后还是落荒而逃，这让他觉得自己可能忽视了佐成的感受，让游杰生气了，这才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佐成的。话说清楚后，佐成也看开了，当即跟着学姐一起去干活。学校参观日主要是迎接和带领初中生参观学校，风纪委员主要负责器材搬运和布置会场之类的幕后工作，但是风纪委员大部分都是女生，这些活儿就比较麻烦了。好在现在佐成来了，在路过志愿者开会的教室时，佐成一不小心和里面的佐佐木对视了，不过他要做的是别的事情，这种情况也不可能进去打招呼，匆匆离开去了风纪委员会的教室。一之濑的哥哥看到他后还道了几句谢。另一边，佐佐木鼓起勇气邀请爱华来看自己下周的足球赛，却被对方以要照看妹妹为由拒绝，因为这个妹妹爱华初中几乎无法融入集体，每次别人邀请他一起去玩，他都没有时间，久而久之大家就都不邀请了。眼看着同学们快乐地度过着平凡的每一天，他的境遇却截然不同，只能克制着自己，绝不能感到失落和焦虑。但是这种复杂的心情日益增长，爱华也快到崩溃的边缘了。结果那天他遇到了打翻餐盘的佐成，便主动伸出援手，并不是因为出于善良或者亲切，而是因为在佐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只是他没想到这心血来潮的施以援手，竟然给自己带来了长达3年的麻烦。第二天佐成就直接向他告白了，爱华自然是毫不犹豫的拒绝，本以为这么就结束了。可自从那之后，佐成就总是厚脸皮的缠着他搭话，还自作主张和他一起回家。逐渐的，佐成的乐观影响了爱华，其他同学察觉到爱华被纠缠，也纷纷过来关心他。这些友好和关心稍微把爱华从崩溃边缘拉进来了一点，甚至可以说多亏佐成的纠缠。爱华本来以为自己很讨厌佐成，查成绩的时候发现自己和佐成在同一所高中，还有些紧张，因为他也想在新的学校展开新生活。后来他交到了小龟这么一个好朋友，也像其他同学那样充实的度过每一天。没想到突然有一天，佐成不再纠缠他了，但爱华却变得有些无法习惯，还是会时不时幻视佐成就在自己身边，就像现在这样。佐佐木察觉到了他的心情，就问他是不是在意佐成的事情。爱华刚想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佐佐木的妹妹就打来了电话，他只好一个人离开了。回去的路上看到3人小群里佐成发的消息，感谢他们为自己提供的建议。爱华又想起那天晚上佐成说过的话，以后再也不会缠着他了。爱华突然自言自语的说了句好寂寞。就在这时，他竟然看到了佐成的身影，立刻飞奔过去想要叫住他，但是教学楼里错综复杂，他总是差那么一点而错过，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佐成以前的笑容，还有对他那由衷的称赞。最终因为跑得太快而迎面撞上了进门的佐成。佐成问他怎么这么急，看着那张想念的脸，爱华有太多想说的话了。站起来的爱华凑上去嗅了嗅佐成身上的体味，有汗的味道，做了很多工作呢。佐成满脸通红，他以前舔了3年都没和女神靠这么近过呀。但是他很快就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多想，女神只是自己无意识罢了。赶紧问爱华找自己有什么事，没想到对方回答因为看见你就情不自禁跑了起来，然后反问佐成为什么不主动找自己说话。这还是放暑假以来两人第一次正式见面，佐成就把自己的暑假经历说了一下，发现爱华好像晒黑了点，想起之前小龟给他发的爱华泳装照的事情，爱华同样也想起了这件事，立刻伸手让佐成把手机交出来。争执之间一不小心扑进了佐成的怀抱，暧昧的气氛让两人都有些情不自禁。关键时刻小龟突然冒出来打破了氛围，佐成和爱华立刻分开，佐成去给2个妹子买了饮料，爱华主动挪开，让他坐到自己和小龟之间，问起了他今天为什么会来学校。佐成只好告诉他们自己被老姐坑了。接着姐又聊起了一之濑的事情，之前佐成也在群里陆续说过，小龟打趣他是不是在纠缠一之濑，爱华也笑着让他别给人添太多麻烦。这句话瞬间捅了佐成的心窝子，毕竟他就是因为觉得给爱华添了麻烦才决定远离他的。爱华看他表情不对劲，赶紧转移话题，问他还会不会来学校，另外还剩下一些撤走东西和文书之类的工作，佐成之后还会再来几次。爱华便鼓起勇气邀请佐成和小龟在参观日结束之后一起聚一聚，两人自然是欣然同意，约定参观日那天佐成的工作一结束就集合。第2天打工的时候，佐成告诉了一之濑这件事，让他那天一个人好好加油。很快就到了学校的参观日，下面都是准备升高中的学生，学校直接派出身为校草的学生会长出来讲话，一出场就俘获了全场女同学，而负责当向导的那些志愿者也个个都是帅哥靓女。爱华和佐佐木这组是几个女生，万万没想到其中还有T木，小女生就是比较八卦，上来就问爱华和佐佐木是什么关系。佐佐木倒是
想回答是男女朋友哦，可惜爱华不给他这个机会，直接告诉未来的学妹们，他们只是同班同学而已。两人开始带着小学妹们参观学校，正在讲解的时候，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喧闹声，回头一看是另一个小组，几个初中小男生围着带队学姐，问她什么时候跟男朋友亲嘴的。爱华立刻冲上去将那个女生护在身后，小学弟们一看这个学姐更可爱，当即决定一定要进这所高中，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爱华直接一副女王姿态告诉他们，这个学校不需要你们这种人。来看看校花女神如何将挑事的小学弟踩在脚底。爱华对着那些人面露不屑，来这里考试的人是你们，我们只是带学生参观的，不是来讨好你们的。几句话把小学弟们说得无地自容，刚刚被欺负的女生也挺起了胸膛。爱华便又回到了自己负责的小组，果然还是小学妹比较可爱乖巧。等爱华和佐佐木带着小学妹参观完，让他们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没想到那几个男生特意过来道歉了。其实他们也是正儿八经想考这个学校的，总归没造成什么伤害，爱华就原谅了他们，让几人好好加油。这时负责搬东西的佐成刚好从旁边路过，爱华和佐佐木刚要打招呼，就听见一旁的小学妹大喊一声佐成先生。佐成一回头看到三个人一起朝自己跑过来，爱华还带着和善的笑容，他的心中瞬间涌起了不祥的预感。得知爱华和佐佐木是这几个学妹的向导，佐成顿时慌了，又听到T木的几个好朋友一句接着一句，你就是让不善言辞的风香变得彬彬有礼的佐成，你就是让痴迷于少女漫画的风香重新回到现实的佐成，你就是让呆呆的风香变得懂常识的那个佐成。几个人还像老父亲一样把T木这个不成器的女儿托付给了佐成。T木自己也脸红着回忆和佐成一起去海边玩的事情，意识到这些话不应该当众说后，赶紧推着好朋友们离开。可刚刚那些话足以让别人误会了。佐佐木拍了拍好兄弟的肩，让他加油。等他走后，爱华直接把佐成拉到长椅上，和小龟一起对他严刑逼问。佐成只好老实交代了来龙去脉。虽然跟T木真的没什么暧昧关系，爱华却想起了上次被小龟打断的事情，让佐成把手机交出来，他要把那张泳装照删掉。佐成自然是不愿意的，他还要留着定期欣赏呢。爱华不再坚持，却又脸红着吐槽了一句，那样的话就多跟我们一起玩啊。这一次他还重复了一遍，让佐成能够听清。舔了3年的女神终于开始主动了，佐成欣喜若狂的答应下来。此时此刻他再也不想管什么远离爱华不再打扰他的决定，只想遵从自己的心意。结果万万没想到，几天后爱华竟然亲自来书店找他了，而且还刚好遇上了下大雨。伊之濑并递过来一条毛巾让他擦拭，爱华只是不想让他和佐成的距离越来越远。然而修罗场来的就是这么猝不及防，T木竟然也紧接着来到了书店。伊之濑知道爱华和佐成的关系，赶紧把 T木叫过来给他擦头发。这边爱华和佐成就起了点小争执，主要是爱华被佐成一句我怎么能丢下你不管给撩到了，又不肯承认自己的心动，一不小心撞到书桌摔倒，情急之下佐成赶紧拖住了他。看到这一幕的伊之濑和 T木赶紧退回休息室，让他俩好好过2人世界。爱华说起了之前邀请佐成来自己家玩的事情，他是真心希望和期待佐成能过来的。3年舔狗终于熬到头了，女神暴雨过来邀请佐成来家里玩，佐成怎么可能拒绝？不过毕竟是第一次去女神家，为了避免尴尬，佐成特意叫上了小龟，站在门口做了好久的心理准备，都不敢按门铃。小龟简直没眼看，直接自己按了。开门的是身穿常服的爱华，漂亮到让佐成瞬间失语，然后跟着小龟一起进了爱华的家里。妹妹艾丽好奇的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大哥哥，小龟就自来熟的介绍两人认识。没想到艾丽还挺喜欢佐成的，迫不及待就开始骑大马，佐成只能任劳任怨的驮着妹妹前进。其实艾丽平时不这样的，爱华和小龟也很惊讶，他竟然这么黏佐成，可能是知道只是未来姐夫吧。休息的时候几个人闲聊，佐成突然幻想起了爱华小时候，会不会也像艾丽这么活泼好动呢？看到他笑得一脸猥琐，爱华问他在想什么，佐成当然不好意思承认。被艾丽蹂躏了一整天之后，姐妹俩的妈妈终于回来了，听说这个男生就是被女儿提起过的佐成，妈妈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正打算说些什么的时候，爱华就赶紧推着小龟和佐成送客。和妈妈艾丽告别后，爱华送两人回去。佐成真的很好奇爱华平时跟妈妈说自己什么，小龟听到这个话题立刻识趣的绕路回家。现在又成了佐成和爱华单独相处的时间，两人不知不觉走到了公园。自从佐成不纠缠自己了，爱华这段时间是真的过得很开心，能像普通同学一样跟大家一起出去玩，过最正常的校园生活。但实际上他上初中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爱华忍不住和佐成倾诉了起来，原来那时候他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妈妈经常愁到半夜，爱华只能尽自己所能的帮助照顾妹妹。考现在这所高中也是因为成绩好，有学费减免。佐成听完之后更加自责了，那个时候爱华那么忙，自己还纠缠他，可太不是个东西了。当时爱华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但现在看来，或许正是因为佐成一直在纠缠他，才让他一直在其他同学面前刷存在感，不然他的处境肯定又和初中的时候一样了。爱华不希望佐成一直自责之前的事情，毕竟他也有任性的地方，而他最不希望的就是佐成远离自己。说到这里，爱华鼓起勇气说出了原因，因为你是我的容身之处啊。话音刚落，天边突然绽放起了一束又一束的烟花，爱华吓得瞬间躲到了佐成的怀里，并且告诉他自己很害怕吵闹的声音。这种好机会，佐成竟然没 A 上去，搞得已经前进好几步的爱华也没有勇气继续向前了，眼角含泪的让佐成以后还要找自己说话。那一瞬间，佐成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烟花。回去的路上，佐成的手试探性的伸了过去，却又立刻缩了回来。爱华注意到后，又鼓起勇气握住了佐成的小手指，而佐成也终于回握住了爱华的手。明明是爱华送佐成回家，最终却变成了佐成送爱华回家。两个人手拉手走了一路，在爱华家门口分别。几天后就是学校开学的日子了，一大早，佐成就在门口看到了爱华，爱华主动上前帮他整理系歪的领带，然后两人并肩往学校里走去，又突然忍不住相视一笑。新学期他们的关系也会变成什么样呢？